我到了。那就先谢谢豹哥了。好，豹哥电话。晚安。啊，好，豹哥放心。兄弟，牛啊！请豹哥出面保这小子狗命，成？哎，小子，今天你命好，今儿这事儿啊，就这么着了啊！以后别让我在昆阳看见你，下回谁来了也不好使。走，跟着我们左着点。大家出来混都是图个财，我这个小兄弟得罪你了，他也是收钱办事儿，职责所在。这样吧，我先替他给你道个歉。这是给兄弟们的医药费和赔偿金，浩哥笑纳。兄弟是个体面人啊，讲究。哎，两位兄弟怎么称呼啊？我姓姜，叫我姜先生就行。啊，姜先生，再会。走。还好吗？根据小盛的口供，夏同本地贩毒集团的构架基本上已经摸清了。由最初韩卫东是召集者，往下面是在逃的孙伯军，再往下面是华龙和毛子，以及后来替代者小盛。现在除了在逃的孙伯军，龙行天下贩毒团伙基本上已经肃清了。小盛在韩卫东和三马虎谈判的时候听到过这个名字，双方都很忌惮这个人，他的存在也合理的解释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疑点。龙行天下团伙和三马虎团伙一直打却一直谈，那是因为他们背后一直有一个人在操控着他们。韩总的事情啊，的确让人遗憾。我在他手下这么多年，他待我不薄。只可惜做错了事情。这做错了事情，就应该付出代价。韩总没了，你们这儿就多了个大缺口啊！我听说王总之前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啊，没碰过这些危险的买卖。要么这样，能不能把他们之前那些业务都转给我得了？您有心了，我正头疼这件事呢，还想着找人接手。你对夏彤这么熟悉，交给你，的确合适。那就对了，你就放心。王总放心啊，该分的利益一分都不会少。江先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，生意上的事情我做主，如果不想做就交出去。虎爷接手之后，很快就会成为夏彤的地下之王，可以为所欲为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绝对不能碰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江先生说，屠洪江，你碰不得。江先生的意思是放过他？当然不会啊，只不过他觉得你现在还不够资格动的。
我不够资格。我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20年前我就跟他打交道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在下同这个地方，除了我之外，没人能够斗得过他。虎爷别生气，我只是带个话，您要是觉得不妥，可以直接找江先生商量。不好意思啊，见笑了，见笑了。哎呀，既然江先生说了不碰他，那咱就不碰。来，我们合作愉快啊！欣欣，当你看到这个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在旧家佛龛的抽屉里有个账本，记录了多年来我们对困难警署的帮助。这是爸爸和图的从师傅那里继承的优良传统，都是大家的捐款，为的是有困难的时候互相帮衬。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做下来，也是想弥补我曾经犯下的过错。爸爸，对不起你。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跟屠洪江，我斗了这么多年，我不比他了解姓屠的。这个江先生上下通吃，横行多年，肯定不太简单。不简单个屁呀！跟我装。要说混得好，那也是在外地，在下统，没人能跟我三马虎斗。等接触上了，他的位置迟早是我的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公司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一会儿等韩总的女儿到了，我们会拿出一个方案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方案有什么用？我们现在就要还钱。有钱，交钱，这些。哎，韩总到了。三小姐，你这人死了账不能那样，这是都是我们大家的血汗钱呀！对呀，你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这账我们去哪儿要啊？给个说法，给个说法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我父亲欠的钱，我来还。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重新给你们写欠条。确定给我们重新写欠条吗？什么时候写？对，什么时候写？今天就给你们写。好，那行。王总，带他们去财务室。跟我来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，慢一点。老头啊，你对韩卫东的死怎么看？根据现场勘查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。我不相信他会选择跳楼逃避。你是说他是被别人逼的？我和卫东当兵的时候就认识，他没有途径，也不可能主动接触到贩毒。他离开警队后没几年就开了公司，他说他是跑运输挣的钱，当初也没细想，只为他高兴了。后来细想一下，他根本就不可能仅仅靠跑运输在那么短的时间挣到那么多的钱，并且那个时间啊，他经常喝酒，对吧？
满腹心事的样子。当初要是多关心一下他，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知道你们的情分不一般，但韩卫东他做错了就是做错了，这跟你没关系。俺们俩一起当兵，一起当警察，不应该贩毒啊！可惜了。我知道你当时想替他担责，一直坚持说那一枪是你开的，而韩卫东呢？据我了解的情况，他当时似乎是因为受惊过度，始终不肯开口。要不是因为有你们俩的枪支记录，我想韩卫东肯定会顺水推舟，接受你替他担责的。有家庭困难，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。不管他有什么理由，都不该走上贩毒这条道。而且他一干就是这么多年，不知悔改，这必然是受到了欲望的驱使，没有什么好辩解的。喝点水。现在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，账户都被查封了，已经没有现钱在支付工资了。帮我联系一下银行吧，我可以做房屋抵押贷款，先把全员工的工资给发了。你不知道房产和公司资产都已经抵押了吗？都抵押了。嗯。那钱呢？去哪儿了？都用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了。行吧，那我再想想办法。我想到公司上班，可以吗？哈，当然可以呀，这是你们家公司，只是你单位那边可以吗？我会解决好的。江先生，您说对了。三把火对于不让动屠洪江那件事情怨气很大。这2天公司的人陆续被叫去公安局问话，我刚接手完调查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既然他这么着急送死，那就扶上马送他一程。你继续盯着他，随时给我电话。明白。王总，加班啊？嗯。找我呢？不是让你去关外收拾残局吗？怎么还没走？原本今天晚上要走的，但我听说点事儿，想跟你聊聊。金先生，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，您看有可能吗？我听明白了，
你是想接手韩卫东留下的产业？没那么大野心，我只是想帮着江先生打理一部分的业务。已经有人自告奋勇了，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您是要让三马虎接手吗？夏同这地界啊，是我跟韩总一起打下来的，关外这条线路也是我们一点一点摸出来的。您让三马虎、翦县城全部拿走，不合适吧？韩卫东死了，事情就算了了。贩毒的事情太危险，你去关外把韩家的矿收了，也算是能洗白上岸了。我知道江先生您是对我好，可是开矿这些事情我完全不懂啊！5年前你不是也什么都不懂吗？现在整个夏同的产业都是你的，所以啊，不要小瞧自己能够从头再来的能力。不可能的，我现在只要被抓住，那就是一个死，我没有办法上岸了。只要没被抓，就还有机会。夏同的产业啊，我不是让给三马虎了，我是想彻底收手了。既然江先生您要收手，那我也只能放弃了。但是，万一日后被抓，我扛不住跟警察透露了您江先生。威胁我？我只想要一个能自己掌控生死的机会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一个跟三马虎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你俩愿赌服输，各安天命吧。大叔，包子哥之前留下的名册我又捋了一遍，被抓了几个，还跑了几个，现在只有3个。说最近封城太紧，不敢接货，这可咋办？不敢接货好啊，敢狮子大张口的，要么就是他娘的想黑吃黑，要么就是警察的钉子。喂，胡爷，刚刚大农孙家老舅突然带过话，说祁连山的侄子祁峰的想过来投奔咱，问咱收不收。他说他可以做担保。老舅担保肯定得收啊。这样吧，就在你手底下使唤使唤，好好观察3个月，如果是人才，就把他发到关外，把他输那些地盘再收回来。明白。我正在陈楼关山静，耳听得城外。乱纷纷。夏同本地的贩毒团伙龙行天下，基本肃清，只有一个孙伯钧，外号孙哥在逃。孙叔，我之前递上去那个三马湖犯罪团伙并案调查报告批了吗？台局批了，正式文件今天就到夏同。并案到联合专案组，还是由你和张成一起负责。哎，有什么需要协调的，随时给我电话。好嘞，孙处，多谢。
他住几楼啊？8楼。现场我们去了解过了，现场摆放自然，窗户也开着，而且没有发现擦痕和打斗的痕迹。赵队，哦，我简单看了一下，自行坠落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如果是被人推下楼的，死者在坠楼瞬间的本能反应是会伸手抓住能够阻止坠落的东西，一般会在手上或者指甲里留下线索。但是刚才我检查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什么事想不开能跳下来？是啊，我们也觉得纳闷儿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呢有点奇怪。怎么了？这个男的上午在医院门口闹事儿，说的是他家里闹鬼。闹鬼？一会儿说有个女的在他家里弹琴，一会儿又说水龙头流出来的是血，反正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堆。我们觉得他就是个神经病，教训了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。那个周围的人都排查了啊，问过了。有个保安说，前几天他到保安亭里说也是闹鬼。对，别吓唬我了。保安怎么说？那保安去过了，其实他家里一切情况都正常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他的手机。小黄，哎，六婶，你手机查一下。您好，我是17号病床的朋友，他人呢？17床早跑了。跑了？人刚好一点就要回去上班，我们拉都拉不住。谢谢。看你这人真奇怪，跟别人吧没病，弄个假条，千方百计的歇几天。你呢是得了这么重的病，不好好在医院治病，反而跑到那儿求我，你怎么想的你？只要正常吃药，绝对不会影响工作。如果哪天我真的撑不住了，我主动退下来。不行，这要传出去，说这局长还有人性啊！不，王局，您知道，警察这个职业对我来说，不是混饭吃的手段。我喜欢我的工作，如果哪天我真的倒在查案的路上，那也比在家躺着倒着数日子强。那你必须答应，如果具备了所有条件，立即回来就医。我保证。谢谢皇军。2块，谢谢。陆松，我在你们警队门口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去过医院了，护士说你跑回来了。你都知道？窦队长告诉我的。本来也没想让他们知道。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呢。这种事情说出来只会给大家添堵。你别这么想，至少我们让你觉得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听黄军说你们刚到现场了。哎，你好啊。那里边说吧，啊。给你的。很漂亮，谢谢。
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说。照顾好自己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一定要告诉我。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，改天一起吃饭吧。好，一定。骆队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应该在医院的，怎么能跑回来呢？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，所以刚才在黄局那儿，我都报过到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医生怎么说的？医生说要有个好心情，这不好心情吗？心情好，那这个心情不好了。仙霞。哎，怎么着？都没声了呢？说好了啊，愿赌服输，我这车一人给我洗1天。你们这打什么赌呢？豆婶跟我们打赌，说你今天下午肯定会从医院跑回来。这几位都不信，有我了解你们队长吗？啊，队长，坐会儿吧。哎，不用，没事。案子什么情况啊？说说吧。那个叫卓凯的记者，你还记得吧？记得呀，怎么了？属地派出所接到了他邻居的报案，坠楼身亡了。有目击者吗？没有，但签小初步分析应该是自杀呢。啊，对。卓凯这种人会自杀？我也说呢。不过今天的民警还有那个小区的保安都说，卓凯这几天一直嚷嚷说他们家闹鬼。啊？但是那天我们不是去医院看你吗？出来的时候他正是跟医生吵架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神神叨叨的。哦，有可能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，自控力降低，失足坠落的。那千晓马上去做进一步尸检吧。哦，好。哦，对了，队长，我在回来的路上看了一下卓凯的手机，发现了这几个视频，看一下。那就等尸检结果出来再说吧。啊，大家先忙吧。哎，这不是给我的。好。陆叔，童姐说你病了，你怎么样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正在回家的路上。陆叔，你赶紧回家吧，别上班了。好，我一会儿下了班就回来。拿着，拿着。二哥，他来了。一会儿他出来，你要跟紧了，别跟丢了。好嘞。今儿人挺多呀。
文姐呢？在楼上。文姐，听说渗贩子那小子死了？我没听说呀。不是你干的吧？我发誓，我要背着你杀了那王八蛋，我他妈出门就让警察给抓了。你被警察抓了，对我可没什么好处。那倒也是啊，文姐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80%是他们自己人干的，灭口来着。不过也好，顺带也帮了咱们。这可不是小事儿，警察都出动了，他们一定能查到些什么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说他会不会查到咱们这儿啊？真不是你干的，查到咱们这儿我也不怕。不是文姐，你得相信我呀。行，取货去吧，到地方。那我走了，文姐。他出去了，我现在跟着他。你小心点。哎。我说，你回来了。你没事吧？你看我这样子像有事儿了吗？彤姐说你病得很严重。哪有她说的那么严重啊？不是你别闹，咱有病咱就去治。现在科技很发达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就别操这个心了。还没吃晚饭吧？吃过了。那一会儿还要回学校？不回去了。你好久没回来了，给你换个床单。有个事一直想跟你说，师傅的事儿，可能高川的判断是对的。那我爸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真相水落石出。哎，陆队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哦，昨天加了个班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在周凯尸体上发现了新的擦伤。是有人动过尸体？不是，应该是卓凯在坠楼时受到了其他撞击，由于肌肉组织在他死后新陈代谢大大降低，所以伤痕在当时并未出现。三氧化二铁。没错，应该是类似于防雨棚之类的金属制品。哎，你也这么早啊？啊，我昨天也加了点班，
我根据千晓提供的内脏骨骼伤势做了一个高度模拟实验，发现确实有一点。你说说看。卓凯所住的那栋楼单层挑高是3.2米，窗台距离地面的高度是1.8米。如果他是从8楼跳下的话，坠楼高度应该是24米。但是我根据计算出的冲击力做反推，发现他实际的坠楼高度应该在30米以上。大早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。哎呀，你们都没回去啊？走吧，去现场吧。从酒吧出来之后，长毛就去了一家洗浴中心，待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然后他就去一家大排档吃饭，之后大概11点左右的时候，他就去上次那家地方散货。终于见到货了吗？对，地方还是那个地方，但货是新货。这么看的话，洗浴中心应该已经事先买好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提前把东西放在了洗浴中心？八成是在更衣室的储物柜里。那这就麻烦了，更衣室里没有摄像头，咱们怎么查？只能明着来，而且得亲自来。可是咱们俩他们都见过，怎么跟？哎，还记得我吗？姐夫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你姐夫有那么容易死啊？但是我听燕儿姐说，你跟一个司机，你真中了一枪。不过这一枪挨得太准了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枪，我根本查不出来是谁陷害的师傅。这么说，贩毒的不是我爸，对不对？你还信不过你爸？我当然信得过。那我现在就告诉洛叔，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现在真正的幕后主使还没有找到，就那货那死脑筋，你觉得他会相信你的话吗？而且，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见过我，尤其是你这个洛叔。行，浩浩，姐夫想请你帮个忙。就是对面那个窗户是吧？对。慢点啊，队长。哎，田华，你刚才说那坠楼高度多少来着？至少30米以上。走，咱们去10楼看。有人吗？没搞错吧？我的天哪！我刚才是不是上楼了？刚才，这是不是就能解释为什么保安跟着卓凯回家，却看不到卓凯所描述的一切？这10楼才是真的现场吧？哎呀，看来他真是让人给下套了。那这卓凯也忒脆弱了吧？吓唬吓唬就跳楼啦？亏心事儿干多了，心里虚呗。你们看啊，无论是民警、保安他们的描述，还是那天咱们从医院出来以后卓凯的反应，
我觉得被这么吓唬，可不是1天2天了。可是你就算再被吓，他也不至于认不清自己家在几层吧？怎么就从8层一下跑到10层来了？哎，天华，你调一下那个电梯里的监控吧。哎，你们来看看这是什么？不是空调吗？录音笔。也这个是吧？怎么样？都看见了。这个，确定是这个人吗？是，这个黄毛拿了一个盒子，放他自己柜子里了。人呢？应该马上也出来了。好小子，给你记一功。天华啊，你想给我们看什么呀？这翻来覆去的，没有发现区别吗？时间不一样。没错。按照电梯的上行速度1.5米每秒计算的话，上行至8楼大概需要15秒的时间，但是他却用19秒。也就是说，每当卓凯一个人坐电梯的时候，是有人在操控电梯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可惜走廊没有监控视频，看不出是谁进出过这个房间。负责小区电梯维护的查过，有一个叫董立生的，不过前几天辞职了。我呀，本来想查楼上这个房子是谁租的，结果到中介公司一问，是一个叫王丹玲的人，干了一单私活，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承租人是谁。那你联系一下这个王丹玲啊。联系不上。
嘛。你这给我痔疮了，你是要我命啊你！你说啊，你明明是在干好事儿，非要整一凶神恶煞的人，干嘛呀？就长这样，凑合看吧啊。你做饭，我收钱。老板上菜，客人吃完了，老板娘结账。做噩梦了。老道，我刚才听这个录音笔里的音频，这东西好像能置换，你听一下。什么这咿咿呀呀的，听不懂。你让田华分析一下这个音频。走吧，董医生都到了。走。西南理工大学机械自动化研究生，这现在工作这么难找吗？研究生在物业里边当修理工啊。明白。不用兜圈子了。周凯的实习是我做的。这么直接？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我爸去年得了癌症，化疗需要一大笔钱，我们拿不出来。于是我想到去众筹网站申请募捐。本来我们已经筹到了几十万的善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卓凯要盯着我们。他发了一堆调查，说我开豪车，说我是白领，说我月薪几万。结果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就开始天天人肉我们，天天打电话骚扰我们，还给那些众筹网站举报我们。那网站顶不住压力，把我的项目给取消了。我爸不谈。卓凯报这些事儿是真的吗？那车是我朋友借我的，方便我接送我爸爸去医院检查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白领，我只是在我导师的公司里面给他帮忙。我月薪只有几千块，所以你就报复他？他活该。但是，我只是想折磨他一下，我没想过他会跳楼。你具体说说你都做什么了？我是维修主管，小区里所有的设施都归我负责。之前我去周凯家检查过中央空调，趁机偷偷拍下了他家所有的布局。那楼上那房子就是你租的？是。他说的那些闹鬼的事儿，都是我设计的。口供倒是没什么破绽，作案动机也符合，但我总觉得那儿有点不对劲儿。怎么说？你听他说的轻描淡写的，但是你想想看，这么大的工程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吗？还有那10楼，就算他布置的再像，那生活上的细节肯定也跟卓凯家有出入吧？啊，卓凯是精神受了刺激，那只会更敏感啊，那怎么会一点察觉都没有？队长，你音频怎么样了？我做了波形和声像的分析，发现在这段音频里面有一个不易察觉的低频反复有规律的出现，我把它提取出来了，你们听。我还让乔博士帮我分析了一下，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暗示。催眠啊？没错。其实人在长期催眠的状态下啊，他的认知力啊、判断力啊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。队长产生幻觉，估计也是这个原因。然后我刚才检索了一下那个学术网站，上面有一个华人学者发表了一篇有关于声音催眠的文章。田华，你把那网站打开。就这个，冯碧泉。很巧，冯佳佳的父亲。冯佳佳的父亲。杨华，你把卓凯手机里那个视频调出来。好。这俩老头不一人吗？查着了，冯碧泉在淮南路的万豪酒店。你好，什么可以帮您？你好，对方。您稍等。
二哥，咱们是不是弄错了呀？怎么跟了1天了都不是？他今天不是要去洗浴中心送货吗？肯定得先取货呀。怎么来这儿了？这是公安局啊！我靠，这要跟咱们玩灯下黑。红旗超市周游，这人你认识啊？何止认识啊？奶奶，我要这个。拿着吧，你妈不让你吃甜食，就是不听话。加个饼干。大姐，这饼干过期了，我给您换一个。哦，好。这个好。孩子自己拿的，我都没看。哈哈哈，没事，您有需要常来。好。好了啊。哎，那您慢走啊。从我当警察第1天起，这家超市就在公安局对面。难怪你认识他。不是熟啊，我师傅跟他也是老相识。可是这样，您确定你师傅就是他杀的吗？只要能确定这个生意是他的，师傅的死就跟他逃不了关系。这哥们儿也真是艺高人胆大，在警察眼皮底下这么明目张胆。从今天起，他这出戏都逃